未曾听过。阁楼中的嗓音多了一丝丝疑惑。李长寿忙道：“请老爷恕罪。”阁楼安静了稍晴，李长寿的心底也在极快地思索：有问题，这里面绝对有问题。圣人娘娘当真与我一般根脚？如果真是这样，为何呀？那为何摸不到姜丝儿可乐的梗呢？当然可能是圣人娘娘没有听说过，或者一时之间没有捕捉到。还有那温水煮妖族，战术目的的用词，与洪荒惯用语完全不同。如果圣人娘娘这次召我前来，是为了对暗号，确定彼此存在，那后续的反应为何完全不对呢？逻辑支点不足，难以形成结论。李长寿此时也需要更多的讯息。阁楼中传出了一声叹息，却听那带着大道之玄的嗓音再次道：“未曾听过便未曾听过，不必如此惧怕。或许只是有些巧合。且听第二问吧。”李长寿松了一口气，忙道：“请老爷赐下。”你觉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下句应该是什么？君不……毕竟是连江南七怪都知道，搞一点李太白的诗词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吧？桃子可不值得大惊小怪啊！这女娲圣人什么鬼啊？喊我过来，到底是不是为了对暗号啊？已知凭大法师的本领，就可以在深州百丈屏蔽圣人和天道的探查，那圣人老爷与我对话，绝对能被保密。在这种前提下，圣人娘娘问的这2个问题透露了太多的信息，又似乎存在深深的忌惮。李长寿的心神再次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。假设法，假如我是女娲圣人，且是一个穿越者，发现了一个疑似穿越者，会如何处理？灭掉，保护自己的根脚，避免自己的秘密被暴露？没有第二个选择。反推法，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让女娲圣人出声试探，还在试探之前先解释了圣人自己的根脚和立场？这个信息不足，无法推出，但已经说明了问题。回圣人老爷。李长寿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，面色露出了几分为难，再次缓声道：弟子觉得这句话它本身是有问题的。黄河乃南赡部洲之大河，洪荒相传为祖龙埋骨之所。这个弟子见识浅薄，不知具体，但是弟子此前清查过南州水路，黄河之水并非从天上而来，而是起源于南赡部洲中部区域。如果是合乎情理，弟子倒是可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浩瀚奔涌入东海。阁楼中顿时又安静了一阵儿。李长寿的心底百般念头流转，这个时候他决定反被动为主动，必须要得到更多的讯息，才能验证我心底所剩下的那几种选项。喊老爷，不如主动进攻一小步，称师叔。师叔您偏爱诗词音律吗？圣人娘娘那韵道的嗓音再次响起。偶有所闻，但无偏爱。你这般接的不甚妥帖。后半句应是奔流到海不复回。李长寿眼前一亮，喃喃道：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虽不合常理，但是意境颇高，弟子也觉这般甚妙啊！当真不知是哪般才情，才能得这般佳句。李长寿言罢，突听阁楼中传出了一声叹息。叹息？这叹息声中
包含了大道之韵，包含了微弱的情绪，似乎圣人娘娘的心境有了微微起伏。李长寿迅速分析，在心底为这一声叹息写下了洋洋洒洒数千字分析论文，又得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莫非……又听女娲圣人道：虽已无用，这第三问也与你吧。你可曾听过这段歌谣？一缕道韵自阁楼中飘来，缠绕在了李长寿的耳朵上。李长寿听到了一个温柔的女声在自己耳旁哼出了某段旋律，讲真，他真的差点在心底就跟着唱了出来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。哎呀，这是很普通的一段调子，他还以为会是带虾呼或者七里香什么的。伴随着这一段旋律，李长寿的心底仿佛出现了一张张画轴，一个又一个选项蹦出来，又被他不断的否定掉。女娲圣人是穿越者的可能性虽然已经微乎其微，但是此事依然不能排除。但是女娲圣人必然接触过蓝星文化，接触过自己上辈子经历过的那个世界的信息，而且这对女娲圣人影响颇深。其他圣人是否知道此事？如果有其他圣人知道这件事，定然是瞒不过自家圣人老爷的。而自家圣人老爷已经传道传经传炼丹法给自己，实际意义上已经算是收了他做弟子，这又有诸多逻辑不通之处。一阵微风吹来，李长寿这才发现自己保持这个躬身的姿势已经太久了。那一段旋律刚结束，就听门内传来一声：来人，带水神去前殿，备宴款待玄都与水神。这是回答问题失败，失去了进阁楼的机会。阁楼外围，一缕李长寿此前都未察觉到的结界缓缓消散，身着彩裙的仙子在岛边低头走来，躬身应是。又听圣人娘娘道：水神且去歇息，吾稍后自会现身，尚有一二小事相询。弟子遵老爷法旨。过关。不止过关，圣人娘娘最后这几句话已经给了李长寿足够多的逻辑支点。跟在那女仙窈窕身段之后，李长寿涉级而下，从头开始梳理今日这简短的对话。虽然只是3问3答以及2、3句闲聊，但从女娲圣人的身份立场以及此地种种情形，李长寿已经通过排除法摸索出了一条还算清晰的脉络。今日他之所以被喊来，不是因为妖族，女娲圣人从最开始就摆明了态度，妖族是万灵之族，跟女娲圣人有交情的妖族死的都差不多了。妖族是死是活与女娲圣人关联不大，但是因为因果限制，女娲也会护住妖族最后一缕生存之运。今日喊他过来，是因为那个名字柯镇恶。女娲圣人定是关注了妖生山之战，但是隔了半个月才喊他过来，可能是因为女娲圣人也不确定，也在犹豫权衡。喊他过来之后，又将大法师直接支开，问他第一个问题，女娲圣人甚至还故意用平常且带着几分玩弄的口吻，意图观察他的反应。李长寿自觉自己当时的微小表情管理应该没有出错，一愣之后就是疑惑不解。而这个谐音梗是要扣钱，且不论姜丝儿和可乐的谐音梗，从圣人娘娘在第一问后的反应，以及圣人娘娘第一问没有得到想要的答复，后续依然问出的2个问题来看，圣人娘娘大概率是没有蓝星背景的。此时若是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那有没有可能曾经有一个穿越者出现在远古或者是上古时期，抄故事、抄歌谣、抄诗词，而且已经搭上了当时没有成圣的圣人娘娘这条线？
如果是这般情形，那就能够解释得清楚，为何圣人娘娘像是在寻找，而非是在印证。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，那这个前辈又去了何处呢？因为太浪，行事肆无忌惮，又或者是被人发现了身份，直接板砖毁灭，或者是天道毁灭了。当排除所有可能，哪怕再不可能，那它也是真相。从这个猜想中的前辈肆无忌惮抄袭蓝星文化的角度可以判断，这个前辈有可能是浪到飞起，最后把他自己给搞裂开了。想要印章自己这个假设，只需要完全排除圣人娘娘是穿越者，圣人娘娘曾接触蓝星世界，圣人娘娘推算到了后世等等选项。如何排除呢？还是需要更多的有限讯息。怎么了？在想什么？大法师的嗓音传来，李长寿抬头看去，此时他已经是到了主殿。看到在主殿中坐着吃鲜果的大法师，李长寿叹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哎，师兄，咱们又来了这主殿，岂不是会被圣人老爷责罚？玄都大法师摇头轻笑，对李长寿眨了眨眼，似乎在问李长寿刚才发生了什么。李长寿故意露出了几分苦笑，刚想与大法师商谈，看大法师能否提供一些情报，耳旁就听到了一句：无所说话语，勿要对旁人提起。这话音刚落，主殿各处金光闪耀，一道身影自金光之中漫步而来，那种圣人独有的大道威压充斥在这座宏伟的巨殿中。李长寿心底一震，这位刚把他吓个半死的圣人娘娘已经来了。彩霞为衣，云为靴，祥光相伴，造化恩。宝相虽微，轻重道，天地有圣，补乾坤。李长寿尚有些措手不及，就这般见到了圣人之姿容。怎么说呢？无法言说。但凡是用半个美与动人这般的言语，都是对圣人的不尊。他就如洪荒先天生灵能达到的完美境界，只是一个眼神就能让人心灵无比宁静。金光闪耀中，李长寿无法看清这位圣人老爷走了几步，也看不清这位圣人是如何入座，像是有一个晃神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圣人娘娘已经端坐在那人身蛇尾的巨大金像下，左手轻轻摆动，宽松的云袍衣袖微微飘舞。坐吧。做到一的李长寿与玄都大法师齐齐道了一声谢，又动作整齐地坐了下来。大法师笑道：师叔，长庚尚未正式拜入老师门下，但已得老师传道，更是为人教立下诸多功劳。若这次长庚谋算妖族之事让师叔您不喜，我愿与长庚一同受罚。各族消长自有定数，人妖之争自有定理，不必多提。女娲娘娘缓缓开口，这嗓音李长寿此前虽然已经听到过，但是此时依然觉得难以言喻，贴合大道。女娲娘娘继续道：水神，玉帝寺对那金乌一族的遗孤颇为忌惮。这个……李长寿起身拱手低头道：回圣人老爷，那金乌一族陆压西海冒犯玉帝陛下在先，更是阻碍天庭荡妖，这才让玉帝陛下不喜。是因陆压此前冒犯也好，还是因玉帝觉得妖庭太子不宜存世也罢，吾曾答应旧时有人护陆压周全。李长寿眉头微微一皱，圣人法旨，小臣当一字不漏转述给玉帝陛下。只是这陆压若是因为您的这句话行事肆无忌惮，反过来欺辱天庭。女娲娘娘淡然道：他若再现身阻碍天庭行事，打杀了也无事。小神明白，多谢圣人娘娘体谅天庭不易。李长寿做了一个道揖，端着衣袍下摆，再次入座。
忽听得一声轻笑，让李长寿和大法师下意识地看向了那神像下的宝座。莫说李长寿，便是大法师也看不清女娲圣人的具体容貌，只能够看到有些模糊的光影中，圣人娘娘身子倾向一旁，一只玉臂撑着宝座扶手，仙指抵着眼角，嗓音多了几分调侃，几分悠然。你这水神当真不愧周全之名，刚才还自称弟子，设计天庭之事又自称小神，人族若是能多出几个你这般的谋臣能将，也可助天庭早日大兴了。李长寿做出一副有些拘谨的模样，老爷谬赞。但水神，宝座处似乎有一道锐利的目光射来，李长寿的身体顿时僵住，他手指轻颤了一下，眉头微微抽搐，目中流露出紧张之感。忽觉有人影伴着云雾在自己身旁晃过，又在耳旁留下了一句：过分周全本身就是破绽，你在怕什么？而后那般目光消失不见，李长寿的身中没了异样，但是心神已经扭成了麻花。这就是圣人吗？彼此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！刚才那一瞬，我的心房几乎被破。此前在阁楼前，李长寿能够感觉到女娲圣人并未探查他，只是与他叙话。李长寿也考虑过自己并没有瞒过去，但只要自己脸皮够厚，死不认账，借太清老爷之威抵挡圣人娘娘给的压力，总能混过去。可是没想到女娲圣人露面之后，只是一个眼神，一句话中有话，他就差点给跪了。圣人这般存在太作弊了。